你的草莓开始走茎了吗？这些草莓在夏天的暴晒下，已经开始大量的抽成匍匐茎了。不管是我们这样的高架种植，还是这样的成条基质槽种植，草莓都有很多的走茎了。当我们的草莓开始走茎之后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接草莓苗了。很多人不知道这走茎是干嘛的，还是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。这个走茎就是草莓从它的茎基部分化出来的一条匍匐茎。为什么叫匍匐茎？它是匍匐前进的。如果是在盆子里面，它就是向前延伸爬行，爬着走的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匍匐茎啊，就是说从它的茎基部出来之后，这是第一节，这叫奇数节啊，这是第二节，叫偶数节。一般来说，它的奇数节不会形成一颗小草莓，就会有一片叶子，有的时候会展开，有的时候不展开啊。比如说这个。它就是有点展开了，或者它有一个分叉的小走茎。走茎的偶数节就是第2条、第4条、第6条，是一颗新的分化出来的小草莓。我们什么时候接走茎？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走茎的底部，放大一下看一下。当我们看到这个走茎的底部有这种凸起的气生根，也就是不定根，在这个时候，在出现了它的时候，我们把草莓的这样一个新匍匐茎，对，上部呢大概有2片展开的叶片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小营养钵或者一个小盆子，或者是就着盆子，我就演示一下啊，我们在这儿演示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匍匐茎给它放在我们基质的表面，不要太深，太深可能还会导致匍匐茎的芽点浇水的时候沤烂。然后我们再拿一个小叉子呀，或者一个树棍，把它给固定到这里面。那特别是在下雨了之后，或者是我们浇水有一个潮湿的表面，这个匍匐茎就会在这里面扎根，慢慢长大起来，就是一颗新的草莓。这儿没有小叉子，也没有小的营养钵，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什么时候可以接匍匐茎。再看一下啊，就像这样的，有2片展开的叶片，底部有这样的不定根凸起。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白色凸起的话，你把它放下去，它很有可能因为过湿发黑沤烂。那这些走茎呢，都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始接了。当然，也可以等到它们彻底发够我们要的数量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剪掉去扦插。这个就是有好多种方法，这一看就是疏于管理，老叶片也没有打，这叶片也是特别的密，走茎特别的多啊，后面前面全部都是。现在看啊，天使还在结果子。那这边他们是种的茄子呀、生菜、油麦菜，现在长得还都不错。红薯这边彩色的是苋菜啊，看起来色彩比较艳丽。这边应该是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水果萝卜啊，樱桃萝卜啊，这樱桃长得特别大，车厘子萝卜。那这前面就是我们的鱼菜共生，鱼菜共生经过我们这3年的尝试，循环起来，长菜、长根、长叶子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大白根长得都是挺好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根系除了一些热带的植物啊，根太多了又放不进去了。除了一些热带植物，它的根系是特别耐热的，其他的大多数这种蔬菜类的或者瓜果类的它的根系在30度以上基本上就不生长了。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全露天的，在现在夏天这样一个温度能达到35度甚至40度，水温也已经超过了30-40度，这个时候它就不会长得好。所以这个如果不搭遮阳，它就不会长怎么样。这里面养的是锦鲤，还有一些加州鲈鱼这就是鱼菜共生的循环系统，它可以循环，但是需要比较严苛的条件的，不像在土里面的这些植物长得还相对好一些。这边的生菜长着看起来就比较正常，而那边的生菜看起来就是蔫黄的，暴晒，这个水温太高，导致它的根部环境温度太高，不长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草莓什么时候可以接匍匐茎。